夏至之后，这时候外界的阳气最旺。你看看地下的井水、地下室就知道了。夏天的井水、地下室都是冰凉冰凉的，而地表的温度却很高。我们的身体也一样，体表的阳气很旺盛，而体内的阳气相对较弱，特别是脾胃的阳气更弱。所以从夏至到小暑这15天，脾胃最难受。我们要把握好自己的脾胃。很多人在这段时间，甚至整个夏天都不想吃东西，胃口不好，还容易拉肚子，或者肚子摸起来凉凉的，这都是脾胃的阳气小了引起的。还有，加上这段时间的湿气浊气重，也容易让人不舒服，让人疲惫，只想躺平。养脾胃，我给大家首推的动作就是揉腹。揉腹是很简单的，我们可以站着、坐着、躺着都可以，双手重叠放在肚脐上，要以肚脐为中心，先顺时针揉5分钟，再逆时针揉5分钟。可以每天有空的时候就揉10分钟，坚持揉一段时间，对脾胃大有好处。如果你是脾胃虚寒的朋友，这时候姜就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姜既能温暖我们的中焦脾胃，又能去中焦脾胃的寒气。或者是一些喜欢吃寒凉水果或者冰凉饮料的朋友，体内的寒湿多，造成脾胃虚寒。吃姜既可以把贪吃生冷寒凉积攒下来的寒气散掉，又能温暖中焦脾胃。当脾胃得到温暖，食物的消化吸收过程将更为顺畅，进而转化为气血，滋养全身。我们给大家推出了现成的姜粉，我们的生姜粉全部采用云南罗平的小黄姜，8斤生姜只能生产1斤的生姜粉。姜粉应该怎么吃？可以每天早上取2勺冲水喝，再加入适量的红糖、蜂蜜，口感更好。现在夏天，很多嘴馋的人总是难以抗拒冰激凌的诱惑。如果你也是这样，可以吃完冰激凌喝点姜粉，温暖脾胃，减少伤害。大家好，脾胃虚寒该怎么办？脾胃虚寒是由于脾阳不足、运化无力而出现的种种虚寒症状。具体的表现有：容易腹胀、消化不良、没有食欲、容易受寒受凉、手脚不温、受寒冷刺激后容易拉肚子，还伴随腹痛、胃痛等等。既然是脾胃虚寒了，我们可以采用温脾暖胃的方法来调理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拿一袋粗盐置于锅中炒热，用个布袋子装起来，温敷我们的中脘穴和肚脐这2个地方，每个地方温敷20分钟以上。还有个更有效的方法，就是用我们的编灸罐刮灸中脘穴和肚脐上的神阙穴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庄老师编灸罐，我们把挨住点牙插进管底部，盖上盖子，就可以直接对着2个穴位进行刮灸了。先刮灸中脘穴，中脘穴就在肚脐上4寸，也就是4横指再加1个拇指。再刮灸神阙穴，也就是肚脐，每个穴位刮灸5到10分钟，注意力度要适中。刮之前最好涂点艾草精油，不仅可以起到润滑的作用，同时也可以起到温经通络的作用。长期温敷或者刮灸我们的中脘穴和神阙穴，脾胃就会慢慢温暖起来，手脚不温、腹胀腹泻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大家好，本次视频我们来说说脾虚。这个问题是太常见了，也是粉丝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。什么是脾虚呢？在中医里，脾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。所谓的脾虚，其实是一种功能性衰减，也就是脾的功能虚弱了。
在中医里，脾主水谷运化和生化气血。我们常常说的脾虚，一般是指饮食的减少或者消化不好，还有一个就是气血虚弱不足。那么脾虚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大多数的脾虚都是源自我们的不良的生活习惯，常见的主要是有3个原因：一、暴饮暴食，喜吃寒凉，过食后味，饥饱不均，这些饮食习惯都是很伤脾的。二、长期坐着不动，正所谓久坐伤筋，脾主肌肉四肢，久坐不动就是伤脾。三、长期不良情绪的影响，传统养生有思虑伤脾的说法，事实上思虑过度是一种非常损耗气血的行为。那么长时间的脾虚，身体也是会有一些提示信号的，比较常见的有下面几个。第一个是明显的齿痕舌，大家可以在起床的时候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舌上，看看舌体边缘有没有明显的牙齿痕迹，如果有，这个是脾虚的最常见的信号。第二个是虚胖，脾脏是调节人体水分和湿气的重要器官，脾虚会影响人体正常消耗脂肪，所以整个人看起来是虚胖的形体。第三个是，如果排除了心脑血管的问题，自己的嘴唇干燥无血色，因为脾主运化水谷精微，脾虚了，运化能力下降，时间长了就会气血不足，嘴唇的颜色就会改变。第四个是睡觉会流口水，中医认为口水为脾之液，正常情况下不会外溢，当脾虚不能收敛津液时，才会出现睡觉流口水的现象。脾胃在中医里是同属后天之本，所以长时间的脾虚对健康的影响是比较多的。如果你有这些脾虚的信号，建议及时就医，遵医嘱积极调理。调理脾虚的方法很多，这里向大家分享一个穴位辅助的方法，比较简单，有空就可以做。我们可以取穴健理穴、太白穴，下面和大家讲一下这2个穴位。先讲健理穴。健理穴在脐中向3寸，这里是肚脐，向上量4横指，这里就是健理穴。健理归属任脉，它的功效就是和胃健脾，通胀腑气，能够强壮腑内器官功能。健理穴是体虚之人自带的温补药，很适合长期脾虚的人作为日常保健穴位。找到穴位，用手指点揉，稍稍用力旋转点揉，每次10分钟，每日2到3次。下面讲太白穴。太白穴在脚上，在足内侧缘。当足大指本节，也就是第1指骨关节后下方赤白肉际凹陷处，这里就是太白穴。是双侧穴，左右脚各一个。找到穴位，可以同时点揉双脚的太白穴，拇指压住穴位，稍稍用力旋转点揉，每次10分钟，每日2到3次。太白是足太阴原穴，脾经为小气多血之经，气不足，血有余。刺激太白穴可以补充脾经精气的不足，很适合长期脾虚的人。
作为日常保健穴位。好，如果你也是长期脾虚，那么要坚持遵医嘱调理。对脾虚的调理是费点时间，平时可以坚持点揉这2个穴位，坚持做，帮助缩短调理脾虚的时间，让你的脾运化能力快点强壮起来。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转发、点赞、留言评论，也可以给我发私信交流。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